港仔来了！今天港仔带你们来看《北斋之女》，快来留言互动啊！这个时间嘛，就像是圆和线的交错。熟睡的猫咪躺着，两个圆连成一体，尾巴弯弯地蜷在屁股上，又是一个圆。小小的阿荣正坐在爸爸腿上，听他娓娓道来绘画的奥妙。忽然，草纸上的猫儿摆了摆头，阿荣呜的一声惊呼，纸上的飞鸟、昆虫和鱿鱼也跟着活了过来，真是太奇妙了。阿荣情不自禁地伸出手，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握住画笔。薄雾微光下，他满心欢喜，眼前的色彩晕染成一片，简直让人目眩神迷。阿荣的爸爸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浮世绘师，人称北斋。阿荣最像爸爸，从小就对绘画着迷，手里除了画笔，几乎没见他拿过别的东西。他22岁那年嫁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画师，可不到3年就回娘家了。她对这段婚姻彻底失望，丈夫画技差，没什么心得。阿荣知道自己注定不能像别人那样安心当个贤妻良母，她的命运里只有当艺术家。妈妈对她的选择十分不以为然，一个女孩子家，头发都乱成这样，举止还这么随便，像什么话？现在的小夫妻天天吵离婚，不是性子不合，是谁都有一堆缺点。这些唠叨，他向来只是左耳进右耳出，心里却在构思下一幅美人图。北斋的画室标配就是妈妈的唠唠叨叨和一团乱七八糟的房间。爸爸不爱打扫，连墙角的蛛网都舍不得倒掉。他画啥都行，先画人物轮廓，再让徒弟们补细节，好让他们在模仿李学师傅的笔法。哪怕名气再大，工作上一点都不懈怠。某天，火警铃猛地响起，阿荣一跃而起，挽起衣裙奔出画室，却被隔岸观火的火光迷住了。信天游走的火舌舔舐着建筑，映出漫天火红。烈焰下，性命与房屋一并化灰。阿荣却痴迷的低声：“真是好美的颜色。”这时，一个穿绿衫的男子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旁。你肯定在想，怎么才能把这种颜色画下来吧？被看穿心思，阿荣一时有点尴尬，毕竟隔岸观火也不太合道德。那人叫丹次郎，也是个浮世绘师，画风鲜活，带点市井气，令人印象深刻，也小有名气。他和阿荣一拍即合，既惺惺相惜又暗暗较劲。阿荣故意问：“你学画是为民众，还是为金钱？”丹次郎想了想，说：“为了抱得美人归。”听他这么直白，阿荣倒有点生气，真不敢相信艺术家追求居然是这样。几天后，画室接到荷兰人的大单，要画兰画风格的日西河壁画，报酬丰厚。北斋毫不畏惧地把一卷订单分成15张画稿，眨眼就画好12张底稿，剩下的交给阿荣和徒弟们。阿荣负责的麦春富兰画要如实描摹眼前景物，可他此刻还只会用深浅展现立体感，对西方的光影透视法一窍不通。阿荣盯着笼里的金丝雀，发现无论什么时候看，那抹黄色总是鲜亮耀眼。这只珍贵的金丝雀是马琴先生送的，他是城里妇孺皆知的戏剧作家。马琴还曾跟北斋闹过一段趣事，要北斋给他的新戏《古梦南柯后记》画插图，其中一场戏要人物嘴里叼草鞋，结果他们当场绝交，从此见面都是嘴仗。将近3月的一个午后，单次郎突然来画室串门，阿荣抱怨：“看老爷子的画总能大彻大悟，可一想到要画兰花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下笔，好丢脸。”丹次郎鼓励道：“你最拿手的就是调色，我敢打赌你一定在努力调出前所未见的兰花色，我真羡慕你有明确的方向。”坊间都称他为北斋第二，可第二始终是第二。他还记得北斋常说，要练好画技，先学着模仿，把技巧刻进身体里，没了基本功，只想风格独树一帜，最后都会撞墙，倒不如在擅长的领域下苦功，扎实打基础。说完，丹次郎拉起阿荣：“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”两人坐上朱雅小舟，逆流而上。阿荣满心雀跃，只见大川水面辽阔，一片青蓝。他们在一处木桥下岸，引入林间小径，岸边樱花飘雪，丝竹乐声不断。丹次郎带他来到济园，这里是艳色之地，也是文人墨客最喜欢的社交场所。这里的氛围活色生香，让人目不暇接。丹次郎在格子画板上画着芍药牡丹，细致却又局促。一季在一旁弹奏舒缓乐曲，房间里的色彩艳丽至极，令阿荣大开眼界。丹次郎告诉他，房里那3位艺妓都是他的妹妹，小时候他没钱养家，只好把他们送去当艺妓，但姐妹们不但不怨恨，还学得一身好本领。阿荣被拉去跳舞，却把注意力放在跃动的光影上。他突然领悟，原来世间万物的色彩都是由浓淡不同的颜色在光影里交织而成，光亮处颜色浅，阴暗处颜色深。阿荣似乎明白了原理，可画出来的作品依旧生硬无趣，根本交不出手。他焦虑又失落。爸爸安慰说，就算3流专业画家，也比1流业余画手强。要知道，他们就算不满意自己的作品，也要咬紧牙关，勇敢面对世人。交货那天，阿荣忐忑不安地等买家评价，果不其然，对方来了一句差评：“那幅麦春富兰画我有点介意，肯定不是北斋老师的笔法，看得出没灵魂的拙作。”阿荣听了如坠冰窟，低声嘀咕：“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画，为什么心里还是那么难受？”他对着清冷的河面大喊：“
我到底为什么迷上画画？都是痛苦。爸爸拍拍他的肩，别说你，我自己也没满意过，总想再好一点，再好一点。可越是想精准，灵感越容易跑掉。真正的艺术家从不会满足，过了这座桥就把它丢一边，抬头继续奋斗。然而没过几天，爸爸突然中风倒下，妈妈倒像换了个人，神采奕奕，好像终于等到机会帮丈夫。阿荣心急如焚，如果爸爸再也不能握笔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转机出现在马琴先生的意外造访，两个老头虽夙愿已深，一见面必定开吵，可谁也比谁更了解对方。这次北斋病倒，马琴便雪中送炭，知道北斋最怕输，比拼心性对他来说胜过药物。他故意上演了一出马琴痛骂北斋大戏，真不像话。即使北斋居然在这破屋里躺着睡大觉，一介画师就想这么像枯木一样结束一生。要是你打算往生极乐，我可不同意。就算我双手废了，眼睛看不见，我也要继续创作，因为我还没画出让我满意的终极之作。我的每幅画都还差那么一点神韵，你就一点也不想给自己留个念想吗？骂完，马琴气势如虹，又拿出一篮香橙，吩咐阿荣把果肉切碎，用来熬酒兑水，让北斋喝下。这是他自创的中风良方。马琴走后，北斋竟然挣扎着坐了起来，嘴角还挂着一丝咸水，却吐字清晰：我躺够了。从那天起，阿荣便日复一日的切香橙和熬药，父女俩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坚信这方子有奇效。渐渐的，北斋开始能下床走路，手指也勉强握住笔杆，一切都好像朝着康复的方向前进。可命运总有无常，换季时，母亲突然病倒，几天之后就离开了人世。阿荣陷入难以言说的悲痛。那天，他独自来到河畔，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，心里空落落的。三次郎又无声无息地出现，静静坐在他身边。阿荣低声说：“我一直只挂念爸爸，从没把妈妈放在心上。我惦记的只是父亲的画笔胜过他本人。我这人真没良心。”三次郎安慰他：“没事的，伯母在天之灵一定能谅解你。”阿荣却愧疚难平。三次郎却话锋一转：“我和阿龙在一起了。”阿荣心跳漏了一拍，脑海里浮现阿龙的模样，舞姿和那夜的温存，那份真实又破碎的美好令他心神俱醉。三次郎拿出一幅画，那深橄榄色是他亲手调制，独一无二的色彩。阿荣看得入了迷。单次郎的温柔如同罂粟，尝过一次便难以自拔，思绪缠绵。阿荣终于抵挡不住诱惑。那夜的激情过后，黎明来临，他只感到慵懒与悔意。窗外的烟花绽放成一片绮丽，阿荣心想，就这一次就好。他对自己既愧疚又渴望抢回三次郎。他很清楚，这样的男人可不是轻易能留住的，无论与谁在一起，他都是全心以赴。也许我若遇到别人，也会如此动心，只是偏偏遇上了他。矛盾裹挟着他，直到有一天，江湖又起大火，火光染红了天空，既非朝霞也非晚霞，那绯红燃得惊心动魄。阿荣再也没有为这炫色而激动，因为三次郎的家也被火吞没。从那以后，只听说他或许还活着，便再也没有见过他。3年后，北斋彻底康复，画艺更胜从前。那场大火也将西屋村出版社的画版化为灰烬。北斋决心做一套大幅多色套印版画，帮助西屋村渡过难关，选中了富士山为题材。西屋村将这系列命名为富岳36景，广为宣传。阿荣也投身于忙碌之中。富岳36景一经推出，洛阳纸贵，引发了风景画的新潮流。从南到北，日本各地都能见到北斋的富士山。北斋声名远播，无人不知。几年后，三次郎又像一阵风般突然出现，他谈笑如常，仿佛昨日才分开，却依旧一眼就能分辨出画中哪些是北斋的手笔，哪些是阿荣的笔触。知道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吗？你的画里没有怒气啊。阿荣轻叹一声，父亲对我来说就是光，太耀眼，我怎么追也追不到。可事实上，他已经初窥了光影透视的门道，即使在深夜，也存在着千姿百态的光与影。有些地方沉入黑暗，有些处闪着微光，浓淡分寸无限丰富。后来阿荣学着把自己带入画中角色，让情感和光影交融，达到物我合一的圆融境界。三次郎被他的艺术理念深深吸引，赞叹道：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实力，对我而言，你也是光，要得我头昏脑胀。我不画了，你一定要继续画。”说完，他又像从前那样转瞬离去。1844年，阿荣推着板车举家迁到郊外，父亲80开外，白发如雪，却将精力转向了化工品研究。2年后，单次郎的噩耗传来，他竟因一场风寒撒手人寰。父亲劝他不去给他送最后一程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阿荣带着不敢置信和泪水来到单次郎家门前，只见裹着白布的棺木缓缓经过。阿荣屏住呼吸，隔着棺木与阿龙对视。那一刻，万千思绪化作无声告别：永别了，我的朋友、爱人、知己。回到画室，阿荣想起在济源艺伎馆里3位艺伎的合奏，那旋律美得如同灵魂深处的回声。他渴望把它们画进画里，却不仅仅是描摹，而要让他们在命运与因缘中活现。弹奏时轻叹哭泣，或开怀大笑，这才是真正的神韵。
生机、艺术的至真妙境。他突然感觉自己才亏的抑郁。父亲90寿辰那天，似乎顿悟了画之奥义，兴致勃勃画起富士山，运笔如神，气定神闲，一挥而就。却在登山一家画纸时，发现山巅竟有一条腾云驾雾的龙。那一刻，阿荣浑身起鸡皮疙瘩，热泪盈眶。画中一条龙冲破白雪覆世，飞向高空，威震画坛。但父亲依旧不满足，喃喃道：“若还有10年，不5年寿命，我定能称得上真正的画家。可惜上天没给他机会。”几个月后，他随龙升天。父亲的光逝去后，阿荣要学着成为自己的光。到垂暮之年，他依旧在光与影的世界里流连忘返。有评论称，这便是阿荣的画号，浮生一会，应所当为，为汝之光，为汝之影。总有一天，他要画出配得上这名字的画。炫，北斋之女是加藤拓执导，2017年上映的作品。B 站评分9.8，豆瓣8.6。片中讲述葛饰北斋和女儿的故事。北斋是日本浮世绘鼻祖，巅峰之作《神奈川冲浪里》对日本文化的意义堪比梵高的《星空》之于欧洲。在他眼里，世界由缘和线构成；在阿荣眼里，则是光与影。光造万物之形，影成万物之魂。色彩是光，万物是影。父亲是阿荣的光，善次郎是他的影。情是爱的光，欲是爱的影。这化繁为简、大道至简的思想，指引阿荣理解世界，并融入画作。当然，这都是大师的觉悟，我们凡夫俗子也能从里头得到启发。要想磨练画技，先学模仿，把技法刻进身体。没有基本功，就别谈独树一帜。好高骛远，终走不远。思维不仅限绘画，任何行业都一样。想拥有自己的东西，先要广学他人，厚积才能薄发，沉淀才能升华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关注、点赞、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